有一些事情是你必须要让他去体验，就是有些人有一些设计，他就是要一直去体验，他只能透过体验来学习。就是你跟他讲说这个会烫，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要烫到，那你就必须让他烫到。他有的不止烫1次，他可能要烫5次甚至10次，所以你就渐渐会理解说每个人都有他必经的人生路。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其实我是一个蛮怕生的人，所以我会用一个状态让大家没有办法那么靠近我。我觉得我那也是学人类图以后，后来才发现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是本来性格上面就有一些害羞、内向这种？也不是害羞，就是怕生。小时候常去那种 fashion party 嘛，然后我一到那边，我就赶快3个香槟，先把自己烤一烤，对，这样我才会放松，然后才可以跟大家玩。这个跟我状态跟我一样，我通常录节目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在讲话，我就一直喝酒，一直喝。然后我只要跟不熟的人出门一起聚餐啊，或者出去玩，然后我就会很容易喝醉，因为其实我的头脑是很紧张的。然后就一直喝酒。对，我就喝了以后就放松了，就 OK。你怎么去面对自己这个状态呢？哪个状态？就是譬如说你紧张吗？紧张啊，或是害羞怕生啊。就是头皮很硬的去面对啊。尤其你以前的工作就是都要见到很多人嘛。对啊，而且你见的都会是陌生人欸。是。那个如果在工作的场合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我在工作，但是私底下我就会，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一直都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比如说我要跟你认识至少10年，才有可能进入我真正的朋友圈。就是认识10年是基本，然后我们有一些缘分，然后常遇到，或者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我才会真正的慢慢的接受这个朋友。我其实需要很长时间。这在人类图有个人生角色叫4爻，易经的爻有1、2、3、4、5、6。然后我的头脑是4爻，就4爻是非常喜欢交朋友，非常喜欢建立关系，但他同时的2元性就是因为他太喜欢交朋友，他交朋友就会掏心掏肺，所以他会很害羞，他会很怕交朋友。那它就是一个2元，它是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都是2元。那这个算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没安全感吗？可以这样形容吗？是啊是啊，我们老师有说过，有4爻的人就是比较有可能会喜欢喝酒。太棒了，人类图太棒了。那我们2个有吗？我喜欢喝酒。这种东西叫喝酒合理化啊，什么内容？怎么转到这边来？确实啊，因为你喝完酒以后，你头脑就放松，你那个紧张就会放掉，然后你才会用真我，或是用真正的，比如说我们说生产者的荐股开始去做一些决定。现在很多人其实某种程度上，我都觉得他们没有太多的安全感。现在出去走在路上遇到任何人，每个人都跟你说他社恐。几乎我遇到，因为我觉得是现在这个世代，就是大家都只会，连一起工作的那些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就是他们在表达上，他们就很会写简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跟你近距离互动，对，互动，而且还没办法讲电话。对，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打简讯打字很浪费，对，很浪费时间。然后有很多东西你讲会比较快，因为好几项嘛。对对对。那我就会打电话。然后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人不太会讲电话。没有，那就表示你老了啊，就表示你不是年轻人。好了，我们这里录到这啊。老人才会打电话，老人才有在打，年轻人哪有谁跟他们合作？他们就是简讯很快，而且还可以啪啪啪很多，然后你就会很想打电话。然后他们开会也是线上课程，线上的会议。对。我就说，我想要真实看到你在那个当下的表情，我才会知道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要感觉到你的能量场是什么。我在想的是说，我们回到原本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里面，因为我也不见得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你没有啊？他比较有。但他现在很后悔把图给我看。烦死啊。因为人类图本来就没有
对错或是好或不好，人类图只是一个让你知道你怎么使用自己的说明书。使用自己，对，是你的人生使用说明书嘛？这概念蛮有趣的。我觉得这概念蛮好的。有人学过，我们好像从小到大没有学过怎么使用自己。对，我每次都举例说，如果你是一台那个洗衣机，你就不能拿来烤面包啊。那如果你是一台烤面包机，你就没有办法拿来洗衣服、吹头发之类的。可是我们永远都会羡慕那些我们没有的，就是我们眼睛都是看着别人身上那些我们没有的特质，然后就觉得哇，他好棒哦，他好瘦哦，他好美哦，他可以烤面包，对，他可以烤面包，他可以洗衣服，就是那个保时捷跑车就会羡慕沙石车，他会觉得他会盖房子，沙石车可以载很多东西，很羡慕公车，他载的是人，他可以帮人移动，就是我们永远都一直处于这个状态。那我觉得人类图有帮我厘清这些。所以你以前觉得你可以干嘛？我觉得我小时候蛮有自信的，从开始进这个圈子反而变得比较没有自信。哦，真的吗？对。因为你真的进来这个圈子，你看到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你看到每个人都比你有才华，比你瘦，比你美，比你聪明，比你厉害。因为以前我在学校，我就会觉得说，就是那个淡江英文系校花之类，我就会自己觉得我应该还 OK 吧，还不错。然后是真的开始工作以后，就开始觉得很可怕，就是我的脸在镜头上看起来怎么那么大，然后就会想要因为我小时候脸是比较圆的，然后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胖？因为其他的人都很瘦很少，他们的体重没有再超过50的甚至就是42、43。上电视会稍微把它拉宽一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还蛮痛苦。我记得刚出道的前几年吧，我就是每天都去找经纪人，一直大哭说我不要做了。你的脸已经快要比那个麦克风还要小了，那个麦克风都快比你的脸大。我觉得因为那个长大了脸会变小，我觉得这是好处。长大脸为什么会变小？因为就是你开始，因为你可能以前比较胶原蛋白开始不见啦。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公平，因为我们小时候脸就是很圆嘛，然后到现在我这个年纪，我的脸没有太凹，然后朋友就很羡慕，我就说没有，就是人生很公平，你们这些脸很小的长大脸就会开始凹啊，然后会开始垂，但因为我有2倍的胶原蛋白在脸上小时候比较 chubby 的，就现在长大就会比较不会这么凹陷这样子。对，我有一次那个代言医美的东西，然后诊所医生说，我看到你这太阳穴有一点凹进去啊，这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把它补得很，因为韩系的那种就补得很满。他说你这边要不要补一点什么什么？我说我不要，我的脸终于开始有线条了。脸终于就是好，因为我以前就很羡慕那种你知道颧骨很高，或这边很凹，或是这边线条很明显，我觉得好棒，因为我都没有。然后我就说，我现在终于开始享受，就是脸是有线条的。然后医生就说：“哦，好吧。”我刚刚想要讲的东西，其实是说，因为以前常常我们都会去羡慕别人，因为刚刚讲到羡慕嘛，我身边很多人，他们常常会羡慕，然后就会去做那些其实跟他们本身没有关系的事。除了没有关系以外，然后也不适合其实。对，你知道在那个过程里头，就会看到旁边都会觉得很难受，你会替他们感到紧张。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小，你可能只知道说不适合，可是他想去，那你就随他去。对，那你心里面总会有一个声音，就是他碰壁了不适合，他就会回来了。对，但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明明就不适合，然后他在里面也碰壁了。可是呢，就是有时不我与的那种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对，那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就会很难，更难，去告诉他说，其实你只是不适合。对，我觉得这个很难欸。确实，但是在人类图有一些事情是你必须要让他去体验，就是有些人有一些设计，他就是要一直去体验，他只能透过体验来学习。
就是你跟他讲说这个会烫，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要烫到，那你就必须让他烫到。他有的不止烫1次，他可能要烫5次甚至10次，所以你就渐渐会理解说每个人都有他必经的人生路径。可是他那个5次10次这样子他已经快要45了，你知道吗？可是他5次10次以后，他到第10次就知道他什么药是最好的啊。他就会知道怎么包扎是最好，他就学会了另外一个技能。我们都会用我们的角度去看别人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学人类图有让我去放松这些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就是即便是你的好朋友要去做一些决定，你觉得他不适合，或者是他去做一些选择，你觉得有危险，但是你都是还是要让他去啊。对，其实是只是因为会带来的东西也是他自己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帮他。没错，只是因为你看着他那个眉毛一直皱着20几年，就是打一点肉毒，就是你知道他辛苦，可是你不知道，也许他有一天那个可能像那个妈的多重宇宙的那个男主角关继威，他就是也是演到真的是。50几了吧？对啊，就是你搞不好他就是这样一直试，或是像那个跳舞的那个大叔大叔，他也是很晚才出道啊。对，就是如果你现在阻止他可能觉得他听了你的劝，然后他不这么做，也许就不敢劝，你就帮他加油，因为我觉得人不论他怎么痛苦，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痛苦，他一定是在做一件他有热情的事情。就是他对这件事情是怀抱着梦想。那虽然他看起来很痛苦，但是他内在可能是有那种热情在燃烧，那种快乐你不会理解啊。这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人你可以找到一件事情让你知道投入一生去做，最后就算没有成功，我觉得其实也很棒。对啊，其实是你那个图上面是不是看到我们其实有点自闭？不会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不需要别人。对，不需要别人。你们的合图叫做 Nowhere to Go， 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9个能量中心都会被填满。像我的图非常的空白，我只有2个能量中心是有定义的，然后我其他都是空白。但是我跟我老公在一起以后就变9个全满就像你们一样。所以我相对而言我就会非常需要他，就是他不在的时候，我那些空白能量中心就会一直被别人影响。因为人类图如果你的能量中心有空白的地方，你就是会去放大旁边的人的2倍。那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会觉得就是世界这样就足够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应该有这种感觉。这样听起来很不错是就是 you complete me 的感觉。这样听起来很不错对，你有吗？你有感觉吗？我觉得还行。你会比较有感觉，你会比较有感觉，因为你的图比较空白，所以就是相对于他，那图比较空白。我觉得这是今天他讲的最棒的一句，就是找死哦！为什么这句笑点在哪里？因为他比较空白。对但是什么是空白呢？就是它没有通道连接，能量不能流通。好，那空白能量中心呢，就是代表它没有稳定持续的运作。不代表能量中心它不能运作，而是它不会稳定持续的我懂就是能量太多没有地方发泄，就是你可能会被别人影响。比如说像你们两个都是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然后我就是情绪中心空白的人，所以我现在就是放大你2倍也放大你2倍，我就会变成有4倍的情绪的就吸收到那个。可是相对你们而言，你们的情绪是在自己的状态里面，你们其实不太会被别人的情绪影响。你现在想生气，就算旁边的人很开心，你还是会生气。会对，会。那你开心的时候，别人生气，你也是 OK 的，就是你们是在自己的稳定运作里面。但我是空白的，所以我就会被你们影响。好，所以你们就是在一起 nowhere to go， 我觉得你们在一起很满足，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一直在一起会觉得无法呼吸。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对，就是我还是想要透气但是也不用太久这样子，就是偶尔要这样分。我早上有去市场买了油饭的那个过程，我觉得还蛮轻松的。独处找死。好吧，那我这样问好了，在人类图里面，因为它好多个格子嘛，那些三角形啊、正方形啊、圆形，没有圆形，有圆形吗？没有，中间正方形，对，可能在不同的系统会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但是差不多就是这些都叫做能量中心。然后人类图有9个能量中心。
能量中心跟能量中心中间的一条一条一条，有的红色有的黑色，叫做通道。然后那个能量中心里面会有数字，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然后可能会圈起来叫做闸门。那人类图总共64个闸门，你出生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个星象符号，就是天上的行星的位置，看它是怎么影响你的。它落在哪一个闸门的哪一个爻，就会在图上把它圈起来。然后这些数字如果圈起来，它们有形成一条通道。现在有跟到吗，小朋友？我在想办法进。小朋友，因为你们两个表现像小朋友啊，我就认真在讲，我认真。你知道这上面有数字嘛？对不对？所以反正旁边会有2排数字，那2排数字就会落在那个图上，把它圈起来。那如果在通道两端，比如说我只有一条通道，它是5号到15号通道，所以我有这2个接起来能量就会流动。那头尾的2个能量中心它就会有颜色，懂吗？OK， 对，有流动就有颜色，对，因为它能量就会从这2个能量中心当中流动。那如果没有流动呢？它就不会有颜色啊，它就不会有稳定的固定运作的能量。OK， 就其实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那没有稳定会怎么样？就被人家影响，会比较敏感啊，就是你会你会感受，其实空白就是很像，我常会这样形容，会被别人填补。对，我常形容说有颜色的，它就很像你拿一个杯子里面可能因为不同的通道，它里面有各种饮料，它可能是酒，可能是一个咖啡，可能是果汁，它就是一直拿杯子里面有。但他遇到空白的人，你就是拿一个空杯子，他就会倒给你。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在喝什么，你可以感受到他在喝什么。这个比喻我就懂了。所以因为喝酒就对，然后所以你就，那我是因材施教，对，所以你就会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感受，这样对，就是会被他影响。情绪空白情绪，我就会知道你们的情绪是什么。所以他虽然自己不稳定的运作，但同时我们是可以理解他人对，我们是会被影响，这都是一体的两面。然后还有一种是他一个圈圈都没有，就那些闸门完全没有圈起来，就是完全空白，然后他就会不了解这个能量中心的运作是什么。那我的形容就是他连杯子都没有，他根本不知道要倒什么。就比如说像它的根部中心，就是最下面那个正方形是完全空白，那根部中心是一个处理压力的能力。所以就是你遇到压力，你有可能不会感觉到这是压力，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压力很大吗？什么是压力？因为他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压力，或者有的时候他就是会游走在两极，他们的这样子的设计，有时候突然就说好烦，就是想把这一切都乱丢，然后跑掉。然后或者是他就一直做，就是他没有压力，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设计他没有压力的滤镜去理解说什么是压力。有可能某个地方坏掉了，感觉不是啦。听起来，我有时候会这样怎样？譬如说你说那个没有办法感受到压力这件事情，就人家都觉得我压力很大，对。但我觉得好像还，所以这个可能是你的一个保护机制啊，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类图，就是你出生时间，就是它一定有很巧妙的互相的关系。对，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应该要压力很大，对，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压力，但我就压力很大要怎么样，对，要做什么？对，我就会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出来，我好像哪里怪怪的这样。因为像它就是其他的能量中心都是满的，所以它有8个。能量中心都是在稳定的运作，可是相对而言，他那个压力中心完全空白，他会不知道什么叫空白的感觉，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讲是很陌生的。真的这样讲，真的就是你觉得很陌生，因为你其他你的情绪有自己的运作，直觉有自己的运作，头脑、逻辑、喉咙、肌中心都有自己的运作，所以你都很清楚。你觉得人生不就这样吗？可是对于另外的那个空白，你会觉得对，这我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啊，不就这样吗？对，因为你觉得就这样，是真的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你们事好像也不过就这样。对，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像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最近烫头发，然后我就吹好头发，化好妆，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烫头发好棒哦，我现在吹干就可以这样子出门了。
然后我老公就是一个头脑跟逻辑有定义的人，但是就上面那两个三角形，最上面那个正三角形跟倒三角形，我就说这样好棒，我就这样出门。然后我老公就回我说，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吗？然后我就笑出来，就对他来讲，他的世界很简单，就每个人不就是吹干头发就出门吗？但我觉得男人基本上就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动物。可是如果他是头脑逻辑是空白的，他可能会跟我一起想说，对耶，烫头发什么的，就是有各种胡思乱想。比如说你可能我们就会说，对啊，要绑起来或什么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有延伸性的。可是对于头脑逻辑有定义的人来讲，他们就是固定的思路，就是 A 到 B 我就是空白。对，所以他一定会常常就会觉得这件事不就是1、2、3、4、5，可是你就会觉得说，没有，我们有500种做法，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的夫妻相处，就是除了在工作上以外，夫妻相处真的有很大帮助。你几岁结婚啊？我38。我算比较晚的。对，我们谈了8年恋爱以后结婚的，而且我们本来也就是没有特别要结婚，然后是因为我老公去了南京工作1年，然后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疯狂。我现在当然理解，我学人类图知道，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他就不瞒我嘛，我一个人就是会很混乱，然后我每天都在哭。我哭了1年，就是只要他去南京的时候，然后你每天都在哭。对，我只要讲电话就会哭，然后别人在我面前提到他的名字或什么，我就会哭。然后我所有的赚的钱，我只要一有时间，就是3天5天，我就会飞到南京去陪他，这样子就想念他。对，然后我们就是彼此在那段时间，就是强烈的感受到我们需要在一起，所以回来我们才结婚的。听起来很棒对啊，就是一个转机，对不对？因为一般在这时候你会觉得很有可能是危机啊。对啊，就是离开到异地去工作，对，就是一个 long distance。对啊，然后这么老了，这么老了，怎么？你说我说38岁的时候在交男女朋友，我会觉得其实已经不是18岁了啊，那个感觉不太一样了。就对啦。那个因为我没有这样想过，我没有觉得年龄会是谈恋爱的一个困扰。他是一个，他刚刚有说，在我们录制之前，他说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没有爱情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妙的对，可是你知道我在人类图当中，就是我觉得很多打动我的点，我在一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个。我不是说我只有2个能量中心，一个是剑骨，就是我们都有剑骨，就是那个尾椎的最后一端，然后剑骨中心是在下腹部这边，只要是生产者，剑骨中心一定会有能量，然后它掌管我们的生命动能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G 中心，就是剑骨上面的一个菱形的能量中心。G 中心掌管就是爱跟人生方向。所以我只有这2个啊。然后我一看到这个图，我就觉得对啊，就跟我很久以前说一本书叫《不爱会死》一样，我的图就是不爱会死啊。我就只有爱跟生命动能啊。所以这个是我唯一可以紧紧抓住它有稳定的运作的。他感觉就活着就是要爱。对，空白能量中心，它除了会受影响以外，它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你就会去学说，原来这样子是爱，原来他这些行为是爱，他这样对我是爱。你说那个居中心是空的啊？我刚刚突然明白一件事就是其实我常常讲说，我20岁的时候我就立誓我要找出这个世界爱的证明。我觉得这句话超棒的，就是因为我相信，可是我想要找出那个证明。我并不是不相信，对，我知道，对，然后我想要找出那个证明，所以我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大概问了上千个人，对你来说爱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很想要，对，你们都会问这一题，对，其实是我很爱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很想知道在别人的心里头爱是长什么样子。那它不限于爱情，对这个东西，其实我总是觉得我对爱情是很模糊的，我必须说，但是我并不是不会爱，我不能说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只是说我想要知道
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譬如如果我有一个机会，我最想问的那个人是我爸爸，对他来说是爱是什么？因为我这一辈子最想解开的大概就是这个结，所以我才会一直不停的去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刚刚在讲那个居中心是空白的，因为你可能对于爱这件事情是很陌生模糊，所以你就会想要去找那个答案。是，我跟你讲，我有句对应的，也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话，就是我们的祖师爷，就是传递人类图这整套系统的一个，他的名字叫 Ra。他说，因为居中心空白人就是一辈子都在追寻爱，但是他就说你不需要再追寻爱，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要成为爱。你要成为爱的本身，就是因为你在追寻的过程当中，你就有很多的体验，所以你会渐渐把这些都吸收进来。我不是说空白的能量中心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我有居中心的定义，我会觉得爱就是这样子，可是你接触的，因为你的空白，所以你会问大家，所以你接触很多，你都吸收进来，最后是你会成为爱。我觉得很美。我觉得人类图某个层面我会很喜欢，就是它很浪漫虽然它是一个非常理性，因为我一开始在学的时候，因为我对身心灵这些事情是蛮有兴趣的嘛，然后我是一个体质很敏感的人，比如说我学气功啊什么的，我觉得，可是后来学人类图，我发现它就是一个硬邦邦的，所有东西都在书上的，你就是要去实验，你就是要去看，你就是要去读，你才会知道。但是它最底层，我觉得是浪漫的。就这些每次在书上，然后看到这些话蹦出来，我就会被打到，就是你是要去成为爱的。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我很浪漫啊。你现在觉得你老公是个浪漫的人？我老公比我浪漫100倍。怎么说？他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啊，他就是一个。那他的浪漫的部分是具体表现在什么？在生活的每一处，就比如说细节里面，对，细节上，就是我们是在家里所有的对谈都是不能被别人听到，因为很恶心，就而且因为我老公很 man 嘛，你们知道他就是一个185公分的一个大个儿，然后胡子就是浓眉，就是他是一个很 man 的男生，但是他回家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在家里，我们会在家里手牵手走路，在家等一下，家里也没有很大，在家里，对，我们在家里就是会手牵手走路，然后他会帮我吹头发，我们已经在一起18年，但我们每天会一直讲说我爱你，不止一次。然后比如说我最记得他在南京的时候，那年我的生日，他就在家里的各处藏了不同的礼物跟不同的卡片，他传简讯给我说，今天是你生日哦，你要不要去那个书房看一下？真的很哇塞，对，然后我完全都检讨一下好不好？这对我来讲太困难了，这我完全打不可能的任务啊。然后那一天大概有6个吧，然后到最后晚上就是每天不同的时间，然后就是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东西，而且你知道那是在他前一次回来。他可能1个月回来一次，他是在他前一次回来，他就已经藏好的。等等，那他居中心是有定义，杯居中心有定义，没有我的定义跟他的定义不一样。对，可能是有不同的通道，就是他的杯子里装的是不一样的饮料，他装的可能就是浪漫的之一。可不可以就是加一点别的？没有办法我们的浪漫体现在生活的各式细节当中 ，like， 但是你在这个 moment 可能没有感受到，但在我过世之后，你完全可以理解。你过世之后，我们追求的是真的超烦的。我们追求的是历史定位。可是，比如说我们会一起在家里看你们的YouTube 的影片，然后我老公说这2个人应该跟我们很像吧，就是因为你们2个是可以聊天的，可以一起聊天。因为我跟他也是在家里，我们常常他很喜欢开车，然后他最喜欢开车的时候跟我聊天，就是那个在车里面的那个空间感，以及开车的时候他就不会有公事来打扰，一直要懂。我们就是可以很密集的在那个
那个状态当中，就是我们非常喜欢那种我说就是真空式的相处。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要钻戒，因为我钻戒对我来讲很无聊。然后我也不要求婚，因为我觉得很尴尬。然后婚礼就是反正看双方家人，我们尽量在最简单的程度办婚礼。但我只有一个。就是我要1个月蜜月，因为我觉得 honeymoon 嘛，就是为什么要叫蜜月，就是要1个月。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他就是完成了我的梦想。然后可是那时候他的公司并不答应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离开他的公司，然后他因为想离开公司。对啊，他好帅哦！这个男人可以，怎么这么 man？ 这个男人可以，而且我们回来以后，他就自己创业啦，然后现在非常成功啊。我觉得这是人生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些勇气。而且好 man 哦，这个事情听起来帅毙了。而且我觉得勇气不是在于你很成功的时候才要能够有勇气，对，真的是在于你还是 nobody 的时候，你就要先干一些他妈的，你知道？真的帅毙了的事，哇！这为这个可以，好帅哦！帅，之前我都想认识你老公，可以。他那时候他老板就跟他讲说，那可不可以去25天？然后他就回来跟我讲说，那个谁谁老板说25天可以吗？我就说你是有病吗？就是有差那5天吗？我就是已经都已经25天了，差5天，还差那5天吗？就是而且我已经决定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了，就是有差。你跟我计较这5天，对，老娘一辈子都要。因为我觉得 honeymoon 是有道理的，就是你们结婚了，然后你们真的要真空式的相处。后来我们就是去欧洲旅行了1个月。你会开始感受到那种是一个不一样的阶段。什么？没有去蜜月吗？1个月我们没有啊，没有。我们没有婚礼，然后也没有钻戒，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那一天去结婚那一天还是挑我们2个都有空的。然后我们去的时候2个人还要去拍快照，然后快照拍出来很像2个你知道通缉犯，对，快照刚放出来的。对。然后那天我们好像也没洗头还是之类的。你觉得你老公跟你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就是超级不一样的，他非常的宅。因为他在工作上可能要面对很多人嘛，所以他就是相对一工作结束他就想回家，然后假日或是我以前超不习惯，就是比如说各种节日或是我生日，他都会因为我很喜欢跟朋友玩，他而觉得不舒服。因为他希望我的 focus 是在他身上可是我是一个很喜欢朋友的人，所以我的朋友也很多，所以我必须要去跟我的朋友相处。那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吗？某个程度上也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在家里成为他的一个很安心的，真的是成为他一个安心的港湾。因为男生比如说像他的工作就是真的很繁重嘛，然后每天都要处理面对很多事情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就是煮他喜欢吃的，抱抱他，然后他每天出门前我都会说今天也要加油哦。哇塞，这么为什么我都等一下，我要 complain 一下，为什么我都没有？他就说，可是他也会这样对我。我们是都会你有这样对我吗？不是，我跟你讲，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是啊，我觉得有些仪式感是必要的。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每天都一起，因为我们都一起出门所以没有需要说今天加油哦。这超棒的，我觉得这听起来很好。我觉得男生其实很需要啊，不是。等一下，听起来超级棒，或是你一回家然后就说你回来了这样子。对，没有，他一回家就会很大声跟我说 hello， 然后我就说 hello， 然后就跑出来抱他这样子。哇塞，我也需要啊，我也需要。就是你我觉得我有，我觉得就是一些很多那个生活的仪式感来营造出，比如说我们彼此都会说请谢谢对不起，是真的每一件事。比如说他早上会帮我手冲咖啡，拿给我咖啡，我说谢谢老公。到现在就是 every day 还是要，就是他是你最爱的人，你要用最高规格对待他。我有用最高规格啊，没有你
哪个部分讲一下？就是如果你会耍赖啊，你会对路人说请谢谢对不起，你为什么连家里的最亲密的人都不愿意？有没有？可是我不会跟路人说帮我煮杯咖啡，对不对？可是就是大家还是喜欢听好话啊。好啦，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啦，但是我还蛮建议大家在家里常常练习请谢谢对不起，然后我爱你。这个概念不错，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就是要把身边的人当就最高规格对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部分都很容易忘记的。对，因为你都会把最高规格拿去对客户不熟的人、老板，然后越不熟你就不对啊，越客气。对，越熟的人越好啊。这个是真的就是有时候常常就会听到没，很容易就会忘记。就是你忘记，你觉得说他一定可以理解，但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被好好的对待。就是以前古代的人说这个亲生侠，就是你就是越亲近的人就会常常就会越跟他就是你知道，你就是相近臭。对，跟妈妈跟什么跟爸爸跟身边的另外一半，就是如果你可以记得开始做这件事情，你们家里的气氛就会变得很好啊，就会大家都很和乐。对，那你这个会用在父母身上吗？不会。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你这辈子就是需要谈恋爱，就是爱对那样？为什么？因为我从幼稚，我不知道啊，那就是一个内在的需求。对，需求。我从幼稚园就有男朋友，然后我小时候等一下，幼稚园就有男朋友什么概念？就是我幼稚园有一个男朋友，然后真的男朋友。然后他生日的时候，他妈妈有带着他来家里邀请我去参加他的生日 party。然后我记得他们家非常漂亮，然后我们都要穿小礼服去。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但是是由我跟他开第一支舞。是不是很骄傲的感觉？等一下，这是什么内容啊？哇塞，是不是很神奇？然后开第一支舞，真的，我想象有那个我一直有那画面。然后我记得他是穿一个小西装、小啾啾，然后妈妈就是给我穿了一个礼服，然后我就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然后你知道很厉害的是我后来长大，我认识糯米团的鼓手是我好朋友，他叫洪志立。然后有一次我回我父母家，然后看到我的幼稚园的毕业照，里面有洪志立。然后我就说洪志立是我幼稚园同学，然后我们就对了一下，然后我就说我想要找我小时候的男朋友，然后他就说哪一个，我就只给他看那个，就他后来真的找到那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现在在意大利，就是他已经结婚生子了，然后我们就互加了 Facebook， 因为我们从这超幼稚园长大以后就没有再见了。有，我知道小时候会有一些喜欢。请问你们是什么原因分手呢？幼稚园那个男朋友就是没有啊，就是换学校，对，幼稚园也没有小时候那时候也没有私下打电话，因为我们那时候小朋友都超呆。然后我从小一就是有一直在谈恋爱，然后我们都会小一在谈恋爱，就会跟每天会列每个学期都会列我喜欢的男生排行榜，就是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哇塞，天儿啊，我完全没有，完全是恋爱脑真的是。对啊，我觉得从小没有人教我的时候，脑子的发展就是为了恋爱，就是为了恋爱而存在的一个人。是啊，所以我后来觉得就是不爱会死啊。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小看你在 MTV， 从小我自己讲这个，我也是从小在 MTV， 你这要喝一下，拜托。从刚刚我们聊天聊到现在，其实你给我的感受一直都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那我比较想要问的时候，是你过去你有曾经非常沮丧的时刻，然后那个是你怎么去面对那个自己？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你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对，这就是二元性。我觉得因为很没有自信才会想要看起来有自信，就只有喝醉的人会说自己没有喝醉啊。
怎么了？就只有喝醉的，就是你听到那人说我没醉，我没醉，他就是喝醉啊。可是这个超有道理的，超有道理，而且可以套用到所有事情。真的，我没想过这件事情只有喝醉的人会说没醉，如果你真的没醉，还好。还好，解的酒量。对，所以就是这是套用到所有事情上。我觉得当你没有自信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展现很有自信。所以你那个没有自信是从哪里来？你觉得？我觉得就是进这个圈子啊，就会开始就是真的是对冲浪坐电梯掉下来，就是非常没有自信。那是因为所以你的没有自信是因为有比较级。对，所以我后来就会一直想要尝试找各种方式让自己可以比较舒服。比如说你提到你跟爸爸的事情啊，就其实我们到真的长大，我们真变成一个大人以后，我们都在处理小时候的所有状态，然后它是综合的，它不能说，其实也不能说是因为进入这个圈子开始变没有自信，会不会是小时候可能被管教的，或是什么，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那我们从变成一个大人以后，我就是非常积极的在处理我这些算儿时的伤痕吗？对，因为我觉得父母也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才24岁，我妈超漂亮，她比我跟我妹都，我觉得我们俩都公认她年轻的时候比我们漂亮，青春的少女，就是她是真的长得很漂亮，然后所以她就是一个很大正妹啊，所以她个性，她就突然生了一个小孩，然后这小孩又很叛逆，就是有很多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就是我一直很积极的在处理这些事情，比如说我去学气功，或者是我写书，我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去疗愈这些事情。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其实进入40岁以后，我觉得有稍微稳定一点。现在长大其实比较理解父母，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很爱你，但是他们就是会用不同的可能你很难接受方式来给予你爱，然后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但你在这个逃离的过程，然后在现在理解了之后，你还会想要回头去修补某一种程度的关系吗？其实我随缘呢，因为我觉得不太容易，因为我觉得发生的事情它就是发生了，不可能修补到好像没有事情发生吧。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你就是尽量的去理解他们吧。但是长大的过程当中，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修复小时候那种不被爱的感觉啊。你有最强烈不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家就是我跟我妹妹嘛，然后我妹妹是一个看起来比较乖巧的人，但其实她内心比我还叛逆。然后我是一个很爱跟妈妈冲突的人，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妈妈好像比较喜欢妹妹啊。对，但是因为后来我理解是妈妈会觉得妹妹是比较弱小的，就是她也很瘦，然后她看起来就是我就来我家修灯泡的水电都会说啊，你不要抢妹妹的饭吃哦，那种就是从小我是在这样子的状态下长大的。但妹妹也很爱我，但是我就是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会觉得你好像是不被爱的那个。其实你可能是更叛逆的那个，但你是因为大姐，对，我很叛逆，但是我觉得后来妈妈的说法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而且我是一个比较不需要被照顾的人，但妹妹是需要被照顾的。然后我们确实有在进行和解，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在适当时机我会跟她讲，我就说我觉得小时候你对妹妹比较好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合跟不合啦，就是有一些人跟人之间，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是，如果你生到一个小孩，然后他跟你不合呢，我觉得这是我对生小孩最大的恐惧，或是他就是不喜欢你呢，或者是你就是不喜欢他呢，就是那个喜欢是一个感受嘛，爱是底层的，你一定会爱你的小孩，你一定会爱你的父母，但是如果你们就是没有办法彼此喜欢怎么办？因为确实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嘛，我看到我的朋友就生小孩，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
这小孩真的跟他父母很不合就是父母也被他搞得很痛苦，然后小孩就是他不喜欢他妈妈做的所有事情。然后我觉得天哪，这件事情，这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恐惧，最大害怕。那你有曾经觉得你妈妈不喜欢你吗？有啊，当然在小时候不理解的时候啊，或者是我觉得我妈妈做的选择都不是我会做的选择啊，就是小时候会很抗拒。就比如说我妈是一个非常女生的人，她永远都是早上起来就化好妆，她永远都穿裙子、高跟鞋。就是有一个状态，所以我小时候不穿裙子啊。我觉得就是我跟我妈妈不一样。对，你不知道那个状态是来自于你真的想不起来你是在哪一个 moment 可能被伤害了，决定不要跟他一起，或者是天生不合，真的很难可是我总觉得说，因为你底层是有爱的嘛，但可能就是我老公一直觉得说，他觉得说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得到爱？我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回到当时去问说发生什么事情。很难分辨。对，很难分辨到底是为什么造成现在。那我们就是继续走下去，我们用最好的状态走下去，这样子。然后也不需要像大家一样，就是有那么多爱，就是那也很假。就是因为就不是这样，我把所有的爱的需求或是给予爱的能力都放在另外一半身上。那我有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有曾经去跟你的父母说过你觉得你们不够爱我？在小有一次母亲节真的假的？喝醉这个很难。我们去圆桌，我觉得然后我们母女好像我就大哭，我就说你都不爱我这样子。真的？对，我妹也在。几岁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就是有一次喝醉，因为我们家都是喝酒的 family，因为我们家喝酒 family， 所以我觉得跟自己爸妈，就算你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但你很难讲出来。一定要喝酒啦，要喝，很难讲。那你妈妈怎么回应？她说没有啊，我很爱你啊，我也理解，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她说，我从小到大这个 trauma 这样子。OK。可是因为你变成一个大人，你很理解妈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妈妈，然后有一个就是一天到晚闹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乖。以前小时候会觉得妈妈没有肯定你。对，就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母亲。然后比如说我在小学，我就是一直都是全班第1名。然后我非常印象深刻，有一次国中有一次考第3名回家被揍。然后因为他说你就是可以考第1名的人，你为什么考第3名？所以他要求很严格。对，然后就是差1分打一下那种。但是你就是你现在去想，他也不容易啊。就是可是他觉得你都是一直考第1名的人这样子。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也不容易呢？我说长大以后去想说，如果他要这样去面对一个他的小孩。就是我们看到身边的人是如何去爱他的小孩，你会知道他是为了你好去做这件事情。但这都是理性的理解，但是当场是非常的难受。可是在我们小时候那个状态，就是你一定要很好，你一定要很棒啊，就是你可以做到啊。然后我妈打我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你就是可以。他相信你可以。对，但是他不知道我是一个9个7个能量中心都空白的人。其实你只是想无所事事之类的。就是他会一直 push 我，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就是一直要很棒。那你很想要得到你妈妈的肯定吗？我现在不会啊。以前会吗？其实也没有，我只是不想被打而已。我后来发现，我其实没有很需要大家肯定我只是觉得就是生活平顺，我还是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我刚会问那个问题啊，其实有一个是我今年生日的时候收到我妈妈的简讯。那什么？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我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说我们家是很传统的家庭，然后他是不太言爱的。
就是你知道讲爱不会讲这个事情，讲爱这个听起来就很难过。其实那个年代的大概都是那样，都不太言爱。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被制约跟非自己很严重的。或许。然后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听起来很黏腻，其实我觉得不是黏腻，而是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他们没有学过，对他们没有学过。然后很多时候不管我们怎么去表达爱他这件事情，或是他情绪中心在发威了哇。对，没有他怎么去表达爱我这件事情，没有我说真的，就是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感触。我思考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没跟你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面，因为我的心里面是有问号的。那个问号不是我质疑我妈妈对我的爱，也不是，而是我们怎么去表达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才是最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过去的人生里面常常不知道怎么表达爱的。应该是说我不太有机会去表达这件事情。我最记得有几次是我从纽约回来有一次，然后我那一次回来是他也不知道我回来了，然后我是偷偷跑回来，然后我那天早上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把他的房间门打开，然后我妈看到我，她就大概傻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但她没讲话，然后她只说了一句话，她就说你怎么还不过来抱我。这句话是我活的大概23、24年，我没听过他跟我说过这句话。我从来没听过，就是他在对我撒娇。那一刻，你知道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是小孩，我也是大人。那一刻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复杂。可是我跟他之间还是有非常多的心结，那个心结也很复杂，对，不是只有我觉得母女真的都很，它不仅止很难，母女很困难，它也不仅止在于母女之间的那个情节上面的复杂，还有我们家有很多事，所以它是很复杂的，因为他看着我怎么处理家里面的事等等之类的。Anyway，我今年生日了。他后来有在听我的 podcast， 那我的 podcast 我其实从来我觉得妈妈听关心我的工作对，但是我从来没有我对这件事情都是很放开的。然后今年生日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简讯，我知道他一直以来对我的期盼就是他希望我的婚姻是幸福的，跟他不一样。所以他就跟我说，女儿，我希望你幸福快乐。好棒哦。然后他最后一句他是说，你妈妈是爱你的。哇情绪中心开始攻击我了。对，然后我说实话，我在看到这封讯息的时候，其实只有短短的1、2句，可是我其实傻了很久。可是那1、2句里头，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有很多的细节，有他对于他这一生的渴望，是他有他的亏欠，然后也有他这一生对我的期盼跟希望，就是在里面，在这2句里面，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哇，就是但是我还是我其实我很想回他那一封简讯，可是我到现在我基本回不了，我回不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对他的爱更复杂，就是那个复杂的程度太多了。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处在同样的状态，因为他不是很容易可以解的，对，很多的爱跟恨在里面。他不是一句话可以，他可是他不是，知道妈妈她怎么递出橄榄枝？
我觉得那个递出橄榄枝也是他在那一天他能够做的事。其实他到现在对我还是一样的态度。他不是从那个以后他就会就变好，没有，对，他对，他跟我妈妈就是没有，很难。但是他就是在他一辈子都 moment 他会突然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是他还是会回去。你听了你都会吓一跳，但是你对，没错。我要说的是说。爱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怎么形容呢？爱都是在这不容易的所有的过程里面，对，累积而成，它都在你所有没有办法用言语的形容的过程里面。我现在如果感受到很深刻的爱，其实因为这个简讯讲不出来，说不出来，它大概又埋没在我跟我妈妈的那个讯息的过程里面，它又埋没住了，在那个日。可是你们大家都会知道那个 moment 啊，他也会。这个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就是很多时候他在那个日常里面你可以感受得到，但你讲不出来，你也说不出来，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很轻易的给他一个证明，很轻易给他一个定义，但你不能否认它存在，但你也不能肯定它就是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家人的关系很难，就是如果跟上一代都还没有解完，然后你又有下一代，然后这件事是我觉得人世间最难的事情。我觉得朋友是你可以选的嘛，可是你的亲戚、你的家人，就是你没有办法选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小孩，或是你要选一个什么样的父母。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给我太大的恐惧了。而且小孩生了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因为他就所以我觉得他每天都在长大，然后你就算还没学会当父母，他还是在继续。我觉得 family 这件事情是最难的，所以我有刻意的想要不要让这件事情再发生下去。因为我觉得如果父母不经意的造成孩子成长的辛苦的话，那我希望我不要再造成这世界上其他人类的辛苦。但你真的不想要做这件事吗？其实是咋从心里想的？我觉得会太辛苦，而且辛苦的是你还是他？都辛苦，因为我不想要再有这样子的关系继续的延续。疫情期间我每天在家里做瑜伽，然后我就爱上瑜伽，然后瑜伽的老师他说了一句类似的话，就是说保持平衡需要最大的力气。就是你知道你一直动，你一直去解决，这是轻松的，可是你不动才是难的。就是你要练习这件事情，不止你要练习，我们大家都在练习这件事情。然后这又正好跟人类图讲生产者，就是你要等待，然后当事情来到面前以后回应。我等待不了。对，所以这个是最重要。我要开线上课程，最重要是要教大家说，你试试看，你都可以不用知道那些能量中心，不要知道那些通道，但是你要学会等待，因为我们的设计就是等待。就是等待，然后你知道瑜伽你在做一些姿势，它就是很难，你就是在那边平衡。你在平衡的时候，你看起来不动是最用力的，你动来动去是最轻松的。对，那当然我们会去做一些轻松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想要变好，或是我们想要变得更不一定是好，就是变得更轻松快乐，我们就可以去尝试这样子。其实这种东西应该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有比较大的关联。是，所以每个人面对到的挑战会不一样，但是其实对于生产者来讲，等待回应，这是世界上70%的人都要练习的。那我一开始也会觉得很可怕，我觉得说等待我就不，所以现在应该生产者是70%-80%的人都是生产者，对，
大概70%，然后第二种是投射者20%嘛，然后还有显示者8%，然后反应者最少这样子。那什么是显示生产者？显示生产者也是生产者，生产者有2种，一种是纯生产者，一种是显示生产者。显示生产者。没有，它就是一个名词而已，它就是一半一半。显示生产者，如果你看到你的图是显示生产者，代表就是一个很急、很注重效率、要很快的人。然后另外一半是纯生产者，他们就是非常要求完美，然后按部就班。没有，我们2个都是显示生产。没关系，我跟你讲，所以你们就是很急，但你可以感受到我就是一个纯生产者，我在做事我就会有我自己的节奏，我不会。我没有办法进入那种很急很急的状态，但是我有自己的。我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听到现在你听不懂的话，你等一下就去底下找连结。对，来喽，等一下就去底下的连结，我来听听，让我专业的对，然后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我帮你把资料找出来。等一下就去底下点连结，好不好，各位同学？然后等我因为我在知识卫星的这个线上课，快点，叫做陆佳怡的人类图实践课，就是让生活实践课，让大家，我觉得其实所有知识都不重要，但是你要做。真的，你们答应我，就是真的，明天开始今天晚上开始等待。适合的人事物来到你面前，它会以 sign 的方式出现。然后如果你的荐股这件事有回应，就去做做看。什么叫荐股回应？就是比如说你到餐厅，你到一个米其林餐厅，大家跟你讲说他的这个菜最有名，但是你怎么看那个 menu 都对这个菜没有感觉，你想吃一个其他的，那个就是荐股回应，它不是经过头脑的判断，你身体想要去做。那我们刚刚聊你最近的偶像是谁？我不是最近，我人生只有一个偶像，就是我的偶像还是秉持着我前面讲的，就是要爱，你要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哪一位？然后我小时候唯一一个偶像，就是我觉得我最有可能跟他在一起，那是我有可能认识他，而且我也试图用了很多方式去认识他，然后他也认识我。是那个张可凡，红孩用尽一生的爱，只没有，他是那个 Shining Love You Honey Girl 摇摆女郎。真的假的？张可凡是你的偶像？我小时候的偶像。然后我就我的国中跟我的高中纪念册，大家都说就是祝你跟可凡结婚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我国中同学的高中同学是他妹妹，认识他妹妹，然后还有把我的情书给他这样。你还要写情书给他？然后我记得我唯一去过一场他的算签书会，还不那时候签唱会签 CD。 你知道我有多用心机吗？我找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景点的唱片行，因为我知道那边不会很多人，然后这样他就会看到我，然后我就在他妹妹跟他交给他我情书之后，我去了那场。用心欸，我很用心良苦欸，哇塞！然后我就到那边，然后他就说这是你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还拿一个我的包包，我那时候的包包给他签名，这样子。我希望他可以被我的美貌迷倒。所以好好玩，这个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会有很多这种。我没有偶像，我的偶像就是我要跟他交往。对，我只有这件事。我懂。我不会去喜欢 BTS， 我也不会去喜欢那个 GD 或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第一个考虑的是，他年纪太小，或是他的个子跟我在一起，我可能，我考虑的是我跟他在一起。所以你的前提就是以交往为前提，对，当做偶像。所以你老公其实现在就是你的偶像。对。所以你还没有跟你老公交往之前，他也是你的偶像？也不是，不是，就是我跟他就是朋友啊，就是认识的朋友，但是我不太会去崇拜偶像。然后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强森，
这样你不会也试图的想要跟杰克强森？是因为我就叫唱片公司说要去看他演唱会，然后后来我也去。什么内容啊？我到底听了什么？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长大了，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杰克强森已经结婚了，就是我比较没机会了，没机会了。但是我还是要去后台，然后见到他，因为我就是类似一个主持人身份去采访他，然后我一看他，我说 Jack I love you Jack I love you I love you Jack You have to remember me I'm Miranda from Taiwan 你本质上是个疯子吧？对，就是我对爱这件事情我是很执着，有，你真的是为爱存在的。对，就是我所有东西我都必须要有爱，没有爱就没有。即便跟我工作的人，我也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就是你是要对我有爱。如果你只是为了领这个薪水跟我工作，我感受不到你对我爱，我就会也没有动力。这个我明白，明白，这个我明白，这个我明白。我们最近也在想这个事，是，就是但是都是用信任在形容，但是我觉得爱蛮觉得爱其实很明显呐，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纪人，他就是必须要爱我啊。如果你不爱我，我会知道啊。你可以感受得到。对，然后我知道你都做得很好，但你不爱我。然后如果每天都要看到你的话，对，但你不爱我，然后那感觉，但你不爱我，可不可以特写一下那个脸？等一下，但你不爱我，这不行，就是如果你不爱我就不行。真的，但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身边就堆着一堆我们不喜欢，然后他也不爱我的人，到底为的是什么？不要有这些人，就不要这些，就直接把它删掉，delete。对。我想想，你为什么没有去当谐星啊？我是谐星吗？你的脸好好笑哦！可是我老公就说我真的很无聊，他说你就是很难笑，他就说你就是在镜头下超好笑，但只要因为我们受过训练嘛，就是我们就是我一开始是小燕姐代言人，我在离开 MTV 以后就是小燕姐就会告诉我们说1、2、3、4、5，然后我们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啊？很早就受过这些训练，然后也很难拿掉这些东西。然后我老公就说，其实你私底下就是一个超北蓝的人。对啊，可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你是流行教主啊，什么？可是我也没有想要特别强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机到，比如说你们会看到，大家会看到，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不需要这时候站出来说哦，没有，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对，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顺势的人。有，我们今天采访之前，我其实很担心。担心什么？教主？担心采访流行教主，因为我一点都不流行。不会，你的头发超亮的。没有，我今天我跟你说，我看很多次。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就是他已经可以胜过乱弹阿翔。我跟你说，我今天在跟你聊天之前，我超紧张的。蛇哥，因为我一点都不流行，我完全不知道跟流行的人要讲什么话。可是我现在对于流行这个字眼有某种程度上的没有太多的自信。没有，那是你的抗拒吧？对，就是我其实也可以你的言谈举止当中，其实你是流行的，但是你不想要被这个框住，所以我就说，你们怎么样？他就说没有，我平常是穿短裤背心啊这些。有看到那个脸吗？有，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保护色。然后我当然说，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保护色。其实流行这件事情，就是你挑选一个自己适合的东西而已啊。我可以，我从今天开始，我觉得我超流行。我被流行教主讲，我其实很理解。你的一头秀发谁可以比过？可我想问你个问题，对你来说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什么？因为我刚刚一直觉得啊，你是一个可以带给别人很快乐的人，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过很多沮丧的时候，或者是很失落的时刻，然后你都不记得。对，然后我们录到现在，其实你都是
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对，你知道吗？就我要来录之前，我老公说：“你要去上那个节目哦，他们都会把你逼哭。”然后我就说。可是有没有一个可能，因为很多人就是没有在常喝酒，他们喝完酒就会哭。对。但是我常喝酒，而且我喝完酒就是在笑。没有，我们节目的宗旨绝对不是逼哭。对，我知道不是，但是我觉得是他哭的时候自然，因为就是很烦嘛，就出来喝酒喝一喝就在那边哭。就是喝酒就是要开心啊！你到底跟雪莉老师有什么两样？你应该是笑死！雪莉老师上礼拜来也是哇，我跟你讲，不是喝酒就是要开心，如果你不开心，你就不要喝啊！我跟你讲，我问你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好，我刚快乐他都还没有回复我你怎么可以讲我的问题？我觉得快乐就是你每天有笑的能力因为我们常常没有笑的能力啊，但是你知道你今天有笑的能力，这个不错笑也是一种能力，就是你笑得出来啊。你觉得陆佳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陆佳怡就是一个很懒散的人啊，每天要睡10个小时，然后很爱喝酒啊。然后他好适合上我们节目。就是很轻松的人，然后很爱讲干话的人，北来的人，就是大家都get 不到我这一点，我很我懂，因为我跟你说，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很早就呈现在荧光幕上面，然后你就应该是要一个什么样状态的人。但其实我私底下就是真的就是我不想要讲任何有意义的话。就是你喝酒，我觉得因为我常会就问说，对你来说爱是什么？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因为我都会在问别人爱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干嘛这个节目要一直去问别人什么是定义？但是我其实在寻找的不是定义，是意义。意义它是会改变的，你知道吗？它其实是会随着你的时间，这就是你的学习啊，我觉得很棒。对，我就是很想要去，因为每一个人，我妈的，明年问你会一样，我就不信。就是他都会一样有可能有。可是对我来说，我就会不一样。对，你会不一样，我一定会不一样，因为我今年想的，我从来没有保证说我2023年想的意义跟我2024年想的意义是一样。爱是呼吸，爱是空气，爱是活下去的最重要的元素。你觉得没有爱你会死吗？我会死啊。就是爱是我生命的本体。你要问我爱是什么，就是不爱会死啊。她老公应该是幸运的啦。有，我觉得男人能够有人这么，你知道，就是一直关注他，一直爱他。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对你老公大部分男人姓汤对不对？是姓汤吗？汤先生，你很幸运。必须说，可以，是不是？没有，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对啊，好吧，没有，我都觉得我都觉得他很幸运啊，真的吗？我觉得还不错了。我算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比较悲观的，我都觉得我人生再糟也不过对，都是捡到的。我都觉得他如果人生没有我干，他很无聊对了，OK， 是吗？ OK， 是啊。你看他所有东西都被填满了，对，都没有任何的空缺，是不是？但他有激活，没有，我想到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好笑，就激活你的什么点数 ，activate。对，我也激活了他的点数啊。对，他人生这么无聊，对不对？那我人生很失控，所以我填补了他的无聊。然后他也激活了我的，你知道，失控稳定的力量啊！但是你们有对我改观吗？有啊，有对你有，我对他从来没有什么观。我其实你来之前，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压力很大。
绝对不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因为 you are not my type， 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You are not my type either。你太瘦了，笑死我了。没有，我觉得你今天来之前我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我害怕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然后我一直觉得你一定会是一个很 cocky 的人。cocky 就是很骄傲的人，就是老二很大的人。我没有老二。对，就是那种很 cocky， 他就是那个很骄傲的，很急掰的人。我看起来就是给别人这种感觉的。我小时候看你就觉得是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讲话很会讲的。然后那好，然后现在就是那个刻板印象嘛。那我们小时候就是看电视，然后对，然后现在称赞这个人应该是很。为什么？因为老娘胜，有没有？那我是不是找不到就我跟你说，你今天好啦，随便啦，只能没有，但真的不是，因为我今天你来之前，我好紧张，我就想说，陆嘉怡来，我不是真的不知道该聊什么，我会不会他就是很难搞，然后我就是你知道没有办法跟他好好聊但我今天跟你聊完之后，我完全觉得你是完全处在你自己人生的世界里面的，你是很真实的人，真诚的人，我是 real person， 真的就是很靠北的，真实的，太靠北了。我有点太靠北，所以你知道那个两极化那个有一点太靠北，就是喜欢你的会被别人看见，喜欢你的会很喜欢，然后不喜欢你会很不喜欢那种状态。I don't care。她只 care 她老公爱不爱这件事很棒我觉得是练习啦，对。这事情需要练习吗？对，练习不要去在意，我还是会在意，但是我就慢慢变好。然后因为你老公很在意你。没有，就是比如说社群，你刚刚讲那些社群媒体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老公做节目，他综艺玩很大，他们超多酸民，超多。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的一点是，我老公的一个 partner， 他的女儿，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他好像国中吧，就12岁、13、14岁，然后我就说问他说，你那个，他就说。我也有去留言啊，然后我就说你就是说谁很丑啊什么什么，就是一些很难听的留言。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就说没有啊，我就嘴一下，嘴一下，真的是嘴一下。然后我说你知道这件事情会对那个当事人有多严重？他说很无聊我们就嘴一下，我都嘴完就忘记了。对，他们都不在意。然后看的人都很在意，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同世代，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受到这个冲击，然后后来就觉得我们要渐渐练习如果我们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就是要比他们更强壮。我遇到陆嘉怡，我有完全新的领会，因为他很有趣，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坦荡荡，然后很靠北的人。对，我超靠北的，但是我没有机会去展现他的靠北，因为他因为太小就出道，然后他都没有，他必须要你知道电视圈有一个我跟你讲框架，对，而且他要来之前呢，他一定觉得说我们每一次在节目上都讲的都很有意义，只是我们其实也超靠北，我们超想要靠北。好来，现在没有开始靠北，没有，我今天从他特辑，我从他身上有理解到另外一件，就是 attitude 很重要。我今天有感受到他的 attitude， 无所事事的人生。我跟你说，无所事的人生那是一个 attitude。然后我今天没有，我今天真的要，我今天要真的要讲一句话。我后来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刚刚讲说人生其实你就是有缺，然后你就想要完整的过程。是。我今天想要讲的是说，其实你讲什么啦？讲那么久。没有，我们要剪，后面要剪。好啦，自己把它讲清楚。专业一点，专业一点。就是我们人生所有的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对，是。如果你没有欲望的话，你是感受不到你的缺的。可以，所以无欲无求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对，无欲则刚，无欲无求，但无所事事都是同一个境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高的，那是我人生目标。我觉得比
成为富翁或是什么都难，但我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这件事情很棒，因为我觉得人生不管是无欲无求，或者你有欲有求，你所有的欲你想要去填补，你无欲你可以很安然的接受，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啊。对，没有人逼你啊。对，你不管出生在什么家庭，最后你有欲或是无欲，都是你自己算的，都不是别人处理的啊。但他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强，就是因为他无欲则刚啊。但我觉得他就是因为长得美。渐渐的，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我对我的外表的要求会变低，就是我就是长这样啊，就是好啦，你们大家都看过我美的时候吧，或是我有时候会美啊，但有时候丑一点也没关系，我就是长这样。你现在很美，你现在很美，我觉得你现在很美啊！谢谢你们，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啊！就是这是全世界最棒的工作吧，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很棒，然后可以常常来，可以。